魏婴认真地看着眼前的鬼将军，眼神坚定，腰杆笔直，跟晴姐一样。温宁他正在努力成长，带着那个拼命给自己灌药的温情的份，努力让自己成为苍天大树，可以保护自己的族人。魏婴不再推脱，大大方方地接受了温宁的道谢，只是重重地捶了他一拳，略沙哑地说道：“要谢我就拿酒来谢，我可记得温四叔又新酿了好几坛酒。”“好，魏公子，我今天就把酒窖里的酒全部搬出来，大家伙喝个够。”温四叔红着眼，豪气地说道。“好。”阳光静静地洒落在房瓦上、树上，还有每个人都身上。冬天已然过去，也该暖了。今夜有佳酒，佳人俱开颜。月上树梢后，微闻酣眠声。夜还很长。蜡烛的火光将两人的影子斜斜地倒映在窗户上。魏冕看着魏贤，低声问道：“阿贤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魏贤拉过一旁的椅子，坐了上去：“阿爹，都办妥了。”不过魏冕也不着急，慢慢地喝了口茶水，等着魏贤将话说完。魏贤略带了些烦躁：“会不会太早？我怕阿英吃不消。”魏冕拿起一旁的剪子，将蜡烛上的蜡烛芯给剪了一截，摇晃的火光渐渐稳定了下来。有些事情宜早不宜迟，我相信阿英。阿爹，都这会了，阿英还没醒。魏贤看着躺在床上的魏婴，时而哭泣，时而憋着嘴，要哭不哭的样子，让人特别心疼。阿爹，我就说阿英吃不消的。魏冕难得的也带了一丝焦虑，这已经是魏婴入睡的第2天了，怎么会拖那么久？阿英的心结那么重吗？魏冕自从看着魏婴红着眼离开了仙都选举场所，便发现魏婴道心不稳了。魏冕借助魏贤的丹药给魏婴治了一梦，希望他能通过这场梦稳固道心，毕竟鬼道最忌讳道心不稳。魏冕给魏婴颠了颠被子，又拿着沾了水的面布给魏婴细细地擦了擦脸。等吧，只能相信阿英。话音刚落，不夜天周围的灵力怨气疯了一样往魏婴体内挤去。阿英这是要强制化婴？魏冕担忧地看着床上的魏婴，魏婴的脸已经变得狰狞，仿佛忍受了巨大的痛苦。啊呀呀呀呀！魏贤护阵！魏冕发现这方世界的灵气与怨气似都要把阿英作为载体，两股力量若不能平衡好就完蛋了，连忙喊道。魏冕又急忙给魏婴塞了一颗聚灵丹。魏贤打开门，飞快地跳出不夜天城，于城东南西北4个方位以剑为笔，写下符咒。魏贤带来的人见状，连忙跳下城墙加入布阵。刹那间，整个不夜天的上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，来自各地的灵力、怨力形成2股巨大的飓风，拼命地往防护罩里面挤。都给我撑住！怨气浓厚的地方，一副副白骨破土而出，如同大雁迁徙般齐齐地往不夜天走去。周边的草木如生了神智，死死地缠绕住白骨，让他们无法前进半步。豹山散人带着豹山一脉来到乱葬岗。豹山散人看着眼前不断抨击阵法的鬼物，似要逃窜出去，冷声说道：“星辰，带着师弟们布阵。”“是，师父。”时间持续了约莫1刻钟。魏婴的上方渐渐形成了一个小人，是魏婴的模样。小人不过1个巴掌大小，诡异的是一半是黑色的，一半是金灿灿的。魏冕吃了一惊，这种元婴即使在那方世界也闻所未闻，看样子得加快速度了，得带阿英去见一见化神期的前辈了。魏贤看那飓风一点点消散在空气中，心里却还是担忧。魏贤见过很多人结婴，可从没看到灵气、怨气一起的，也不知阿英这个元婴如何。蓝忘机看着姑苏的灵力、怨力形成一个小漩涡，向着远方急速飘去。蓝忘机眼里是止不住的担忧。魏婴吗？蓝忘机回眸看了看身后的兄长，只见蓝曦臣少有的严肃。忘机，你先循着这风向，灵力倒无妨，怨气少不得引出鬼物。届时你传消息回蓝氏，我会派人来助你。虽然担心魏婴，可还是先把眼下的事解决才行。蓝忘机将碧尘往空中一掷，右脚顶地发力，一个跳跃稳稳落于碧尘之上。蓝忘机操控着碧尘往漩涡的方向驶去，一路跟随过去。怨气重的地方，鬼物已经成堆出现，虽不伤人，也给百姓产生了影响。蓝忘机一跃而下，反手将忘机擒持于胸前，
盘地而坐，正一首安息缓缓从忘机琴中流出。不等安息演奏完，边上的树木像疯了一样把这些鬼物裹住，鬼物瞬间化为点点星光，消散在空气中。是直接度化。蓝忘机淡漠的脸庞上带了些许惊讶，后又想到了什么。